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紧接着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全世界都忙着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呢？你看肖兹啊，我们这一阵子不是讲说他也要率领他的这个豪华 CEO 天团吗？德气天团哦，要一起去访问中国大陆哦，还不止如此啊，这肖兹还展现出来他的这个对中国大陆释放善意，怎么说呢？他注册了 TikTok 最近不是美国一直在打 TikTok 吗？结果他最近注册啦，而且他还讲说，哎，我不会跳舞哦，先说在前头哦，讲说他注册完 TikTok， 他也要开始跟年轻人对话，甚至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来对话哦，还上传了他这个最新的影片。那这感觉上面好像也是有跟马克宏较劲哦，因为之前不是讲说马克宏访问这个要跟他一起来访问中国大陆吗？结果没想到，哎，他跑了个他先来了一趟，但是好像激起的涟漪没有像马克宏又跟这个习近平一起，哎，逛花园啊，然后这相关的报道那么多，所以他这一次是不是卷土重来，要更加为自己的这个访华之行造势哦？所以先注册了一个 TikTok。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TikTok， 其实他这个步骤已经算晚了，马克宏早就注册啦。2020年他就已经加入了 TikTok， 现在至今有400万粉丝。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两个一下，因为 TikTok 是海外版，就是展现诚意，你可以注册抖音，好不好？就是这两者是有别的，好吗？然后再来，现在欧盟哦，他们这个感觉好像两大巨头有心结，就是你看肖兹之前啊，不是访问中国大陆吗？马克宏说要一起去，结果后来，肖兹说 no， 他自己先跑了一趟哦，所以感觉起来我们就是讲说这两个人都现在非常积极的要跟中国大陆打好关系。而在微博上头，大家讲说，最近北京怎么那么热闹啊？好多人访问北京哦，包含了叶伦老奶奶，还有这个拉夫罗夫，同一天两个人竟然都在北京这个同时抵达哦。还有这个泰国的公主施灵通，我们有讲说她是这个中国大陆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然后再来还有越南，包含了国会主席、副总理也都在这边。当然还有这个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也都在此哦。所以大家讲说，哇，现在感觉北京真的非常热闹，就连阿根廷的外长也有一个新消息说4月底也要访问中国大陆哦。那再来看一下这个美中的新三样啊，这个现在因为叶伦在昨天的记者会讲说，这个绝对不会跟中国大陆脱钩嘛。可是这个新三样，是不是让这个美国真的是被中国大陆打的哦，有一点喘不过气来？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跟太阳能电池这新三样哦，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制造出来的价性比非常的高哦，所以他讲说，哇，这个你现在输出全世界，扭曲了全球的价格，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是这样子吗？其实就是因为你卖的又好又便宜，然后美国没有竞争力了，所以他就怪你说，你怎么可以卖那么便宜呢？让他们在市场上面真的是没有立足之地哦，感觉上面真的已经被这个新三样打得很惨，但是他讲归讲啊，还是说不会跟中国大陆脱钩的哦。他说两国的这个经济联密非常的密切，脱钩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很多人讲，那你这一趟来是要干嘛呢？有一些微博的网友讲说，讲半天讲那么多，还不是因为你下半年要降息哦，所以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减持美债。再来呢，就是怪你中国大陆出口不要那么猛啦，让我们美国制造一点活路都没有啊，这是白话文大家看到的一个感受。那另外，连马斯克现在都承认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厉害。还记得10几年前哦，当时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是讲到了比亚迪，他还在那边呵呵笑，就你有看过那一台车吗？好像一副那种主持人，你如果看过就不会问我这个蠢问题啦。比亚迪是什么意思？就是比亚迪跟他没得比啦。但是现在他都得承认了，而且连小米恐怕都要威胁到他。他讲说这个不止电动车，整个汽车产业现在都面临到中国大陆的竞争威胁。那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你美国卖那么贵，当然市场决定嘛，消费者不会花钱当冤大头，当然是要买又好又便宜的啊。所以他讲说其实在所有的汽车领域，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比他们更有竞争力哦。那再来看看
特斯拉现在目前在中国大陆市场真的挺惨的，市占率几乎腰斩哦。还有一些分析师看衰，就说特斯拉现在正面临一场史诗般的灾难，策略方面也是哦，这可能是马斯克跟特斯拉近年来遇到最具挑战的时刻。在疫情之前，我们还在那边讲说特斯拉是妖股哦，在全球横扫啊，而且他的当时这个首富地位蹭蹭往上窜，还去挑战了这个全球最有钱的首富位置。但是现在看起来前景不太妙，那网友就热烈的讨论，历史总是一再重演的。这个比亚迪卖那么便宜，哪打得过呢？哪个外国厂牌在这个中国市占能够被中国市场忍受得了你在我这个地方长期居冠呢？当然中国大陆一定会急起直追，弯道超车的嘛。那我们看到连欧盟的商会的会长都讲说中国大陆很厉害哦，这是制造出一个带轮子的手机哦，就是他们的魔力所在。好，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右上还有马斯克没有 Q 啊，我们先看一下马斯克的讲法。All cars will be electric.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and we'll look back on combustion cars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look back on. How do you see the Chinese competition here now? We generally find that the companies in China are the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and certainly in electric vehicles or cars in general, the Chinese car companies are by far the most competitive. 好，我们来先问一下赖老师。德国的经济这3年情况很糟一直往下走。这个坦白说，肖尔茨政府他始料未及，就是说怎么会下坠的速度这么快？去年不好，今年看起来也不理想，那怎么办？因为他是联合政府，所以他的外交部长跟他经济部长跟他不同属于一个政党。那外交部长反中，经济部长也反中，那他怎么办？他就自己来了。因为他自己再不赶快去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的外交部长跟经济部长都跟随美国去反对中国大陆，然后弄得这个中国跟德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那德国的企业压力大到不行，因为他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那怎么办？所以这一次肖尔兹再度的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你看那个德国的企业前赴后涌都去登记要跟他一起来。几十家，而且都是德国的前500大的甚至前100大的企业，全部都绝大部分都要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都后悔了。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跟随美国去对抗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因为这样屈服，中国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它的经济发展就不行，它一样到5点多的成长率。那大陆跟东盟的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跟拉丁美洲、跟非洲的关系越来越好。中国大陆的整个全球的市占率越来越高，经济成长还是那么的活跃。那这些国家跟准美国走的这些欧洲的国家都后悔了，所以马克龙去了。那现在中国的商务部长到了法国谈完了，现在到意大利去，然后接着你看这个法国希望习近平能够5月到法国去访问，这个就代表欧洲的国家他们开始离开美国远一点了那么想重新回过头来拥抱中国大陆。那我是认为说，这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那就跟阿根廷的总统一样嘛。对，阿根廷的总统也是把中国骂的什么程度那他以为美国这样就会爱他，结果美国还是不爱他。谁愿意帮阿根廷这样的一个国家？弄到最后，阿根廷的总统接受彭博社的访问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我们阿根廷的企业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都很欢迎现在还要派他的部长到中国大陆来访问，这个就是这个没事自己找麻烦嘛，你更没有条件，更没有筹码了，而且大陆对你不信任了，那就要在合作那看着办。”叶伦这次到中国来，有一部分的工作之一就是挑拨中俄的关系。因为他谈到中俄的关系，就是说你跟俄国的关系那么好，一定影响你跟我的关系。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好那我就告诉你什么叫做好。所以刻意的也就邀请拉夫罗夫，就是在8号9号，就是故意气你这个叶伦，就是请他这2天来。而且呢，在飞机上，因为是工作访问，那飞机上就有红毯子。而你看这个叶伦来的时候，飞机上的舷梯没有红毯子，这代表有差别。而且告诉你说什么叫做大国的良好关系，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大国良好关系。我觉得欧洲的政治领袖他们知道 TikTo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跟年轻人对话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因为欧洲人跟美国的年轻人
不再信任他们的传统媒体，他们认为他们的传统媒体都在骗他们，报道的新闻都不真实，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看 TikTok 的新闻，而不是看那些传统媒体的新闻。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哦，那几个简单的讲，第一个，包含台湾在内，必须要明明白白的正视，北京就是整个地球东方的中心。这个不管你对我这句话你听得爽不爽，喜不喜欢，它就是一个事实。当北京成为地球东方中心、世界东方中心的时候，那作为台湾的生存之道，该怎么办呢？继续吹牛，继续阿 Q， 或继续当无招谢呢？那就看自己大家的选择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叶伦到中国大陆他有几段的潜台词，我特别要跟大家提一下。第一段的潜台词，他曾经说，拜登跟我是不赞成跟中国大陆脱钩的。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我告诉你，我们2个以外有很大的一票人是准备要脱钩的哦。你不卖我的账，结果我们可能就是要跟中国脱钩了。威胁的话大有存在。第二个，要怎么来讲？他说呢，中国的出口到美国啊，你们只是在美国的第3大出口啊，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到美国，就美国人是第3大的进口国。他说就中国而言呢，我美国是你最大的进口国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你的需要越来越少哦。那你对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子？是越来越高哦。你该怎么办？开始摆出一个姿态。第3个更精彩的姿态啊，说你呢，这个中国大陆啊，产品太便宜了，产量过剩，然后呢，工资过低。那我是搞不懂了。全世界有买货的人到市场去买东西，你怎么可以卖这么便宜？我第一句话听到的啊。可是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话语权，就是对于中国的贸易战展开了另外一番的诉求，所谓的这个什么产品价值这个价格低，产量过剩，然后工资过低。其实工资的问题我也不想讨论了，高工资当然好，那我就请建议美国所有在大陆的公司、投资的公司全部把工资提高。那就会带动提高了嘛，不用要求中国的，先要求美商提高，这样一定就会很好。这个方法，对，来请教舰长。是，我不晓得刚刚你有没有看到，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就是欧洲的一个人说，中国造出带轮子的手机，我不晓得你懂不懂这句话。其实我对这句话是相当有这个感觉的。为什么最早期的时候，你记住那时候我们很早的时候，那个手机就是手机，跟那个大金刚可以打人的那个就是一个手机。后来手机变成了好多种用途，变成智慧型手机，两个基本上跟已经娱乐啦、什么上网查资料啦、什么买卖股票，通通结合在手机里面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是最原始的那个手机，你有没有市场？你几乎就一定是败的。那同样的，中国在一开始在做这个车子的时候，包含这个智慧手机的时候，他已经想到把这2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目前，不管是美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把手机跟汽车结合在一起的？以前我不太了解，后来我在这个 YouTube 上我看那个他们鸿蒙系统，那个一上车啊，把那个手机咔就插在鸿蒙系统那个插座里面，然后这个手机里面所有资料就跟这个汽车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开车，我在这讲，我说这个翟轩，翟轩电话跳出来，打电话，嘣嘣嘣嘣就播，那声音就播出来了，它就这么快。我甚至在这里，我家里的这个要启动我们家的，我一看这个时间，这个启动电锅，电源就开了，启动洗衣机就开了。中国大陆在做的就是说，这不只是一个把你从甲地移到乙地的一辆车，它根本是希望把你结合成一个工作的、休闲的、娱乐的，甚至你连车都不必开，全自动驾驶，这整个车就帮你这些所有事情都处理完毕了。所以你只要去想想看，当初那个最单纯的手机跟智慧手机的差异，跟今天你去想想看，这个只有手机跟只有汽车，把它再结合起来差异。所以你们发现吗？苹果手机在大陆市占率一直掉，特斯拉也在掉。但是如果能够把特斯拉跟苹果手机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它可能还有一些竞争力，但是目前他们没有。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俄乌战、以巴战，现在的确让这个拜登两头烧。那美国的财长才警告了中国大陆的银行说啊，如果你们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的话，美国不会放过你。结果呢，马上这个拉夫罗夫就来到了北京哦。那其实这个拉夫罗夫抵达北京，也在中国大陆进行正式的访问。那叶伦同时之间，两人就都在北京相遇了。那拉夫罗夫也跟王毅见面，也说，这个接下来会强化一下双边的战略合作关系哦。拉夫罗夫也说感谢中国大陆的友人支持。那泽伦斯基也提到了，他说，现在如果美国暂停援助的话，恐怕会导致乌克兰输掉俄乌战争。所以这个俄罗斯也是让这个美国现在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件事情给了结哦。再来，伊朗的复仇也即将要到来嘛？看到伊朗跟以色列现在正准备要为了一些冲突在做一些大规模的机动防空部署跟准备。还有伊朗呢，他们现在已经有大批的军车载满了各种武器进入到叙利亚，包含了车载移动式的一些弹道导弹发射器。那伊朗他们还发布了军事动员的相关影片强调他们报仇的决心是这个势在必行那甚至文字上面，这个影片上这个文字就讲说，这将会是结束，我们来了，就是预告说他们接下来一定会展开报复行动。那看到了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声称6号的时候击落了以色列的无人机。那以色列在7号的凌晨空袭黎巴嫩东部的贝卡谷，锁定了一些武装分子的训练营，并且扬言说要对于黎巴嫩边境他们这边已经战备完成，让中东现在目前已经动荡的局势又快速的升级。那看起来以色列好像也已经做好准备他们的防长讲说，现在已经做好跟伊朗爆发冲突的一些相关的任何的应对措施都已经准备完成。那塔雅湖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孤儿外媒就讲说，伊朗有告知美国，讲说如果美国能够确保加萨达成停火的话，就不会报复以色列。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难度也是非常的高感觉好像加萨也很难停火，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也很难踩刹车，这所以让美国真的是夹在这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给善了。而且纳坦雅胡还说现在已经确定了要进攻拉法的日期。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就讲说，拒绝了以色列在开罗会议这边提出的停火方案。纳坦雅胡立刻回击就说我们已经定好了这个地面进攻的一个日子，所以纳坦雅胡不停手，拜登该怎么办呢？以色列现在目前有非常多的民众，5万名的以色列民众是抗议要求停火。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And there's so many Gaza children dead, and soldiers of us are dying,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innocent Gaza people. Everything is go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just to more and more war and more hatred. The Gaza people, which are refugees and dead, so many, will start to go back to normal life. 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以色列的局势半年间这个天翻地覆从广获同情到被世界孤立现在很多人看待以色列从过去的这个被害者，现在已经变成了像是侵略者的角色。华尔街日报还讲说，以色列因此遭受到孤立未来可能国家的威胁更甚于这个10月7号遇到这个袭击的这件事情。那纳坦雅胡讲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未经过美国同意就要进攻拉法。但是呢，这样子真的恐怕这个世界都不会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跟欧洲的国家还有北约，他们当然努力的要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跟你中国关系不好，你只要跟俄国的关系搞坏，我们就会改善跟你的关系。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挑拨中俄的关系，但是一直没有成功。那因为中国大陆其实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我们知道那种雕虫小技这种是小技巧没用。那大陆当然也会不希望俄罗斯有所误会，所以你看就特意的就是在
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邀请了拉夫罗夫来，对，而且给他的规格很高，那么他跟王毅谈完以后，今天早上2位共同的那么会见了中外的记者，有一个记者会，那这个代表什么？你看叶伦都没有跟中国大陆没有记者会，他自己召开自己的记者会，但是中俄的2位外长是联合记者会，这代表中俄的关系又拉到一个台阶。那中国大陆讲得很明白，因为王毅在这次的记者会所讲得很明白，就是一定要始终，就是中俄要始终不渝的遵循2国元首引领的决定。那也就是2国的元首都讲好了，我们就应该要落实下去，要把它做出来嘛。那也就是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这句话难道不就是潜台词就在骂你美国吗？对，骂拜登，就是我们2个元首都讲好了，你底下人又胡搞瞎搞。那你这个是什么治理方式啊？还是你们在玩2面人的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在讽刺美国的意味，这第一个，而且是在中外的媒体记者中，其实叶伦还在北京就直接讽刺你们，就是你们拜登不是说从4不一无意、5不一无意到这一次讲6不一无意，说没有要遏制没有无意就是绝对不会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嘛。讲完了以后，布林肯不是跑到欧洲？说，我们不能够跟中国，我们必须要再继续去遏制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戴奇不是也跑到欧洲，去跟欧洲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治理的成效太好了，太强大了，所以我们要合作起来去打压它。叶伦不是也说，你中国的3大产业那个生产产能过剩，那我们要一起打压它。产能过剩，你美国的美元产能有没有过剩？你美元是不是印的太多啊？美债是印的太多啊。过去这个福特汽车是不是也产能过剩？你现在美国牛肉有没有产能过剩？还有 iPhone 有没有产能过剩？你美国才3亿多人口，你 iPhone 每年生产多少？都是产能过剩。当你卖到全世界的时候，都不会说自己产能过剩。当你卖输的时候，你就说你产能过剩，这简直是笑话。但是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你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告诉美国说，2个大国之间，还有我们跟邻居之间，我们关系可以这么好，我们不结盟，不搞对抗我们不搞这个小集团的对抗，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在讽刺美国啊。那以美国现在目前的一个做法，坦白说，它是越来越孤立。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东的战火要爆发了。以目前伊朗的动作来看的话，你想想看，他会对于以色列开始是从叙利亚、伊拉克一直到这个黎巴嫩，那么也就是多方位的对于以色列如果进行攻击的话，那这个一定是以色列跟伊朗跟周边国家的交战嘛。这个战火一烧，你美国怎么办？美国到底挺以色列还是不挺？一定挺的，也不得不挺。那也就是美国就会被拖下水。一旦美国被拖下水，你认为原油不会暴涨吗？现在大家都已经感觉有2个东西蠢蠢欲动，一个是黄金已经连涨7天，而且黄金还在涨，大家都担心这个欧洲的战火烧到中东来，中东再烧到亚洲的缅甸然后现在菲律宾也在闹事，然后台独也在台湾闹事，搞得马英九必须为了台湾人民的安全、稳定跟和平，马英九他一定要到大陆去调和2边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在努力了。那也就是你会看到，其实好多人都在为台湾拼命，都在为地区在拼命，但是就是有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就是要把事情搞坏。所以大家都在做避险的时候，黄金涨得一塌糊涂。第二个就是原油一涨怎么办？像破90块来。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简单的3个观点跟大家做交换。第一个，现在谁还在乎乌克兰啊？这你现在最大的就天天责任是我快完了，救我啊！谁在乎你啊？当你成为列强的工具的时候，这就是你最可怕的、最悲惨的下场。台湾引以为戒吧。第二个，看得出来，这一次以色列的攻击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唯一的一个，就是把美国拉下水。那美国现在是想尽办法不下海，但就说我把你拉下海，对吧？那伊朗呢？伊朗现在被逼得他不想开战，也不能不开战了，因为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的压力。
就是我想不想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不战，那伊朗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伊朗也开了一个条件，他可以下楼梯。这个条件说，美国你把它调停，这个呢，加沙的战火停下来。那好，战火不停，那我就有出兵的我就有大战的理由。可是伊朗一战，是所有的伊斯兰要不要下场呢？好，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孤单的战的时候，那美国要不要下场呢？整个欧洲要不要下场呢？是的，整个的中东火药库现在已经正在待发当中，因为以色列只有这样子，他才能脱困，把美国拉下台，他才能脱困。所以以色列在这时候，在整个的人类的观点上，它已经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以色列是全世界被大家最纵容的国家，因为在2次大战的时候，他受到了非人道的待遇，整个的种族的灭绝来自于纳粹对他的一个压力。所以2次大战之后不论他的建国也好，他的追杀这一些纳粹的余孽也好，甚至他当时为了要反对恐怖主义也好，他们采取了非常多不符合国际法，甚至侵犯了别国主权的作为，大家通通都是给予谅解，甚至给予接纳的。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也看过，那个电影也都演过了，那就是慕尼黑试映会的时候，那么这个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去杀了以色列人，最后以色列的方法是什么？是全球追杀。那追杀到别人的土地上，就是对主权的伤害呢，是吧？但是他们做，大家都接受了。可是这一次，很抱歉，全世界不再纵容以色列，以色列的受难赏味期已经结束了，它现在已经是过期商品了。好，来请教舰长。现在我想到这个俄乌想到乌克兰，我就想到我们一句话叫做“久病无孝子”。因为已经2年多了，北约一直在支撑你，你还期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撑多久？那支撑下去能够让你反攻回去，甚至把俄罗斯消灭掉也就算了，有可能吗？其实就在那里拖，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前景是我非常的不看好。接着我要一直在想，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问题的焦点就在中东那里。感觉到它可能会爆发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争，让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这个牵连的。但是它会不会呢？所以我最近非常关心它。我说一下最近的，好比说这一次以色列，他说是误击了，那个人道的车辆7个人死，你没有发现全世界都在这个谴责他，每一个人都在谴责他。谴责他完毕之后呢，那以色列终于把他的部队大部分从加沙的南部撤出来了。他只留了一个旅，将近1000个人摆在那里。一撤出来之后，紧接着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加沙境内发射了5枚的火箭弹，对着以色列打过去。那现在正在开罗，双方正在谈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停火。那个哈马斯就讲了，不是哈马斯就是这个加沙的，他就说我们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停火条件。那结果纳塔雅胡说什么？纳塔雅胡说我们已经决定了什么时候要打这个拉法。你就发现这中间完全没有一个解放，这是在整个地区千百年来的一个仇恨。从他们那里再看到南海的问题，那南海问题不是小菜一碟吗？菲律宾能怎么样嘛？那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岛，它最后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应该关心的就是中东的问题。中东的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以色列会不会停止攻击加沙。它只要一停止，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解决。但是它会停止吗？好比大家都说这个美国，你为什么要支持他？美国如果就是不支持他，我相信他会停下来。可是最近拜登不管怎么讲怎么骂，他最近给他了一个180亿，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个军售，180亿卖给他50架的 F-15。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看这今天马前总统哦，在大陆的访问行程，现在下午2点钟是已经抵达了北京大学了。那也有相关画面，我们会随时放在旁边来插播。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一次哦去到了中国大陆，其实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两岸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血脉是不会断的。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绿营、民进党在一直挑起的去中国化，他说这个是不会成功的，这个在血脉当中，这是砍不断的。我们来听一听。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深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回归民族情感与中华文化，两岸才能长长久久。好，这一次其实马前总统也去到了抗日纪念馆，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哦。他有提到这开罗宣言，他说开罗宣言哦就是条约，而不是历史文件哦，是日本、美国、联合国的条约集，这是跑不掉的。有人说这不是条约哦，只是历史性的文件而已，这是完全没有国际法常识的人，这当然是条约。而且在馆方提到了就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片段的时候，马英九也表示说，他记得在抗日胜利60周年，胡锦涛先生有发表演说，他特别强调，抗日战争正面作战的是国民党员，这个在敌后作战的是共产党员，那一段非常的精彩哦。那的确讲到了抗日战争，大家都非常的有感，像我自己本身，我爷爷也是这个有参与这个抗日战争的，当时也有去台儿庄的战争，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抗日的历史都是很明白、很明了的。那但是竟然有人会这样跳出来，这一位是政战学院的前院长这个余宗基哦，他说马英九被中国当成有用的白痴使用。他讲的是说，马前总统去到了中国大陆哦，意图要唤起就是好像这种仇日情绪，要跟台湾的国军建立这种同根同源、同仇敌忾的氛围。这是好像在被这个中国利用了，当成有用的白痴。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讲这一番话，对得起过去抗日的先烈们吗？对得起我们过去参与抗日的战争的这一些国军们吗？怎么会这样子的人还可以担任政战学院的前院长呢？那他其实就是蔡英文上任之后所这个调动担任的政战将领，后来还担任了国防大学的政战学院院长。看完让大家觉得很悲观哦，这样的人去担任国防大学的政战学院院长，我们还能期待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样正确的历史观吗？那还有在2023年的5月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呢，我们美国不是希望我们接下来要打巷战吗？他还讲说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口令要改用英文的口令就是要配合这个美军城镇战的作战方式。以后我们不但要配合打巷战，还要用口令用英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讲什么样的话，真是让大家觉得看完非常的气愤哦。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其实真正现在对于日本有情绪的是谁？搞不好是美国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美日的网友在网络上面吵翻了，是什么事情？奥本海默在3月底的时候在日本上映而且有很多日本的民众看完之后生气，觉得说美国就是你当初对我们用这个原子弹用这种方式来炸毁我们的家园，所以开始有很多的日本网友就是觉得说，我跟美国你们不是朋友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美国人被骂之后，很多美国网友又去这个搜寻过往的历史，就发现到说日本竟然有731部队甚至还都是登上了他们的 X 上面的热搜榜。所以你看看这双方这样子彼此理解一下历史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友情那么的单薄，原来我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敌对的一种关系那很多的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算是 Twitter 或者是算是 X 上面或是 TikTok 上面的一些美国人看完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气愤，怎么会有这么惨绝人寰，然后还对这个日本、对中国人、对俄罗斯人还有朝鲜就是韩国人都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些生化的或者是惨绝人寰的这种实验。这一段我们是不是有伤？是，好，我们来听一下。Yep, the movie just got released in Japan and Japanese people are offended by it. And I might offend even more people by saying this. I want more movies to come out talking about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Japan. Maybe we should talk more about all that Japan has done. Because for some reason, it gets swept under the rug.
Of all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during World War II, few compare to the gruesome experiments performed by Japan's Unit 731. It was a biological warfare research unit that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unwitting subjects who were usually prisoners of war. 好，731部队其实现在还有一个731的这个博物馆在哈尔滨这一边，如果大家有去过那边看，真的是非常的惨绝人寰。你如果看到一些文字的描述，你真的是看了会觉得不禁的眼眶都泛红，要落泪。他是日本人当初是怎么样在对待中国人的？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这个美国人反而看完这个731部队之后，都觉得非常的震惊，看完之后惊呆了，然后这个怒火万丈。那难道这样子美国人对于日本的情绪也是中国认知作战吗？会不会民进党又要开始在讲说，哦，这是这个挑起仇日情绪，又怪马英九挑起仇日情绪？不是嘛？这个就是日本曾经做过的事情嘛。那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在这种基础之下，你难道要用否认的方式，然后说，我们怎么可以怕日本人不开心？我们不要再聊这些事情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岸田要访美哦，那他们现在美日菲说要站在同一个阵营，那岸田讲说要维护印度太平洋的和平稳定，维护基于法治和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这些方面，三国的合作是很重要的。而且连 AUKUS 啊，他们现在都讲说，要扩大这个第二支柱，要把日本也纳进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打造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嘛。你 AUKUS 只是把日本又纳进来，通通又是要对准的中国大陆，所以他们现在美日菲三方的峰会就说我们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霸权的野心，在4月11号的时候，在华府进行三方的峰会。那美日安保条约的第5条，当然他们说也会适用到钓鱼台。拜登还因此说要警告北京，说如果菲律宾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美国也可以采取行动来共同对付危险。但是小马可仕又是怎么想的呢？小马可仕倒是突然讲说要跟中国大陆对话，说希望能够减少南海的冲突，感觉上面好像他已经被推到了最前头，已经这个好像快要一触即发了，他才赶快讲说我们应该要多对话，要避免这些船舰的碰撞，然后还有这种动用水炮的事件。那当然在同一时间，美日菲峰会其实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有发文，就是他们4月7号到4月8号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南海海域这边展开了战机的巡逻警戒，还有海空联合突袭，这个舰艇的战备巡航相关的演训动作不容轻忽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盛峰哥，盛峰哥怎么看呢？我想今天的题目非常的多，我简单的把每一题简单的表达一下意思。第一个，日本统治台湾50年，威胁利诱，最后要推出皇民化，但是台湾光复一夜之间，大家都回来做中国人。为什么？这叫民族的 DNA， 因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明、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化的民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许你可以在政治的操作赢得意识，就如同当年的皇民化赢得权力来操纵的意识，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民族的 DNA， 因为毕竟台湾之小，中华民族的力量是大，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成功。第二个，去中化也好，把开罗宣言简化，或者呢把它的低阶化也好，甚至把台湾当时的光复解释为只是带领盟军占领台湾而已，这些讲法不管怎么讲，我就讲一句话，这叫台独的自卫阿 Q 论。那台独找不到理由，就找这些来阿 Q 自己一下。当然阿 Q 的阿 Q， 别忘了全世界的共同国际共识就是不支持台独，请你们去把国际共识改变了，那么我们再来多谈这些事情。国际共识不支持台独，然后两岸同时一中，这个到今天为止，这个共识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个，至于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夷察机的什么将什么军的，那叫不是叫将军，台湾话将军呢，那发音不好变将鬼啊，将瓜。在我的看法，那属于将瓜级。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今天假如民进党是重用这样子的军官，会让整个国军的体系里面会质变，然后量变，从国军想尽办法捍卫台湾，避免战争，会变成挑衅大陆，然后不惜一战。请各位不要忘记，俞中基的讲法就是
不惜一战嘛。那今天国军的整个的战略是捍卫台湾，避免战争，这个的整个战略思考是差很多的。民进党假如一时之快去用这些人，然后三明治的电视台也以这些人来上台，你就会付出代价。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他的中共登陆怕什么？我们有的是高架路，这个高架路只要再加上几千吨的这个千万吨的水泥，就变成了一道东西的长城。坦克车再怎么越不过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只把他的话还给他了。这假如是一种要应战的水准，那我想我们台湾是会很惨的。至于连日本跟美国是大哥跟二哥，谁也不要笑谁。我请问，所有的武器，把一个这么杀伤重的武器是放在长崎、广岛这一个市区，而不是军区。假如今天他丢在的是战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日本人避开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美国人呢也忘记这个问题。今天被人家弹出来了，想一想，谁曾经用过这么样杀伤性的武器放在平民的身上，而到今天为止没有听他任何的忏悔。日本的发动战争是可恶，因为我们讲到日本，至少身为一个中国人，两件事情是难以接受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第二个，731部队。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罪行，但是这种充分的违反人类的罪行，今天大家都想办法要把它忘记。就如同在台湾歌颂日本的人忘记了，天天讲228的人忘记了西来安事件，日本是怎么对待台湾人的。大家别忘了。所以呢，这两个人在我看，美日两边就是大哥跟二哥啊。至于拜登的话呢，真的就像狗屁不通一样。难怪现在只要拜登啊，跟这个中国大陆啊，习近平的会话呢，中国大陆第一句话听呢，希望你们说到做到。他说一件什么事情？说我们不有4不嘛，不结合盟邦来对抗中国，这是他说的。那他现在AUKUS在这等等，这不是结合盟对抗中国是什么？是光天说谎话，而且说的脸不红气不喘，就是今天的美国。其实刚刚这个盛峰哥讲到西来安事件就是我最近有看到那个何以当归也特别去拍了这个他们称为交8年的这个公园。那其实去到那边是非常荒凉，也就是说台湾人当初在对抗日本占据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先烈因此而丧失生命可是现在那边是很荒凉的，也就是说台湾刻意让大家不要想起这些历史，要一直知道说日本是我们大哥哥。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日本刚开始殖民台湾的时候那台湾有很多人起来反抗，日本是怎么杀戮台湾人的？杀了10几20万人这个都有文献历史可放的，可以参考。如果没有几千万的中国人，那么抗战胜利，台湾现在还在被日本继续殖民。我都不晓得这一些军人退伍的他不知道小我多少届我不晓得这些人他们对于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读到哪里去。我也不晓得这些人的书是读到哪里去。他们怎么会忘记抗战的这个重要性？对，他们怎么会对于这个两岸同属于中国人，都是源于中华文化，都是这个炎黄子孙，他们怎么会把自己践踏到这个地步？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真的，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中文，其实你要不你就全部都不要再用中文嘛。他还叫我们上站要开始用英文。坦白说，他就是政战学校英文系毕业的，但是他的硕士班也是在政战学校读这个应该是政治学院的硕士班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自己本身不知道在军校教育出什么样的一个范例出来。那他当过政战学院的院长，那我们的学校怎么教出这些都是背祖忘宗的人吗？我不晓得。我觉得台独可以毒害到这么的严重，而且这些人只为了升官，都可以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认为自己是台独人。坦白说，你是南岛语族人吗？
我对这些人我怎么讲，我真的是无言了哈，因为不知道小多少届，看到这些小老弟，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晓得这些人的脑袋是装了什么啊。日本人在2次大战，不管对于俘虏，对于俄罗斯，甚至对于英国，对于欧洲的一些俘虏，更多的是对于中国的无辜的平民百姓。他们刚刚盛峰兄他讲的，不管是南京大屠杀，不管是他占领区内对于平民百姓的屠杀，不管是731部队，其实他的战争的恶行恶状，我们把它称之为人类地球，就是世界上的活生生的恶魔，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你只要看到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在731部队他所作所为，在他的占领区中对于中国的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你说他是人类间的最大的恶魔，我觉得是描写的是很贴切的。这样的一个恶魔在战后的时候，其实他的这段丑陋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但是由于当时美国为了要反中，所以把这段历史遗忘了，刻意的去掩饰。蒋介石为了要反共，也刻意的在台湾掩盖这个历史。说实在话，这些都要负起历史责任来的。今天正是好好的来清算日本在2战期间对于整个人类、对整个亚洲人、对整个中国人他所犯的这些罪行，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的电影、电视、小说、文学作品，好好的描述日本人在2战时间所犯的这些可怕而极为严重的错误。好，请教舰长。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俞中基啊，如果这一次当选的是侯友宜啊，他会说出完全不一样的话。我不信这种人他心中有什么理想跟抱负，他就是一个利益，他希望获得民进党的垂青，给他一个位置，给他一个官位，给他到哪里去能够占一个什么样的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第二个我要讲一下这个马英九这次访问啊，我觉得台湾的立场大家都很在乎他见到谁，很在乎谁跟他讲什么话，他讲了什么话。其实我觉得站在大陆的立场，马英九这次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给鸽派，也就是说赞成和平统一的这一派鸽派，给他一个理由，告诉鹰派，请注意看，台湾不是通通要独立的。你看到没有？马英九这样的人物也来了，让鹰派的气氛不要这么的高涨。因为我一直觉得最近的两岸的，如果你关心两岸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次选完以后，我认为北京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放弃统一，第二条路就是武力统一。那你和平统一几乎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你如果武力统一的话，与其这个晚不如早，因为越晚它的机会困难度是越高。所以我开始很担心，但我也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个人的偏见了。所以最近我只要碰到在两岸有来往的，包含学者，包含一些记者，我都问他们，你这次到大陆去，你见了这些人，聊完这些，你现在回来你的感觉是什么？所有人告诉我的通通是一个同样的答案，他们觉得非常的悲观。不信你去问问看，每个人都觉得很悲观。他们在底下呢，你看像舒淇讲的，他是不是觉得悲观？还有一些除了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还有就是我亲自都问的，所以我就觉得鹰派就越来越强烈。那你别忘了，大陆他们也是要希望说鹰派你不要这样子的。那这次马英九最大一个，就是给鸽派一个，告诉鹰派合统不要绝望，还是有机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